的故事，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。問問事情怎會開始，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。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，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天注定。事事及時總靠機警，未尋事實未定，邊步處境。是與非那心虛的雙眼似閃避，步步見機，最終他的痛悲。拼起，他跟我多做戲，落雨起，太避忌，花樣太多，偏歪曲結果，有一些感應出錯，求誰聽清楚，查探內幕，花樣太多，偵測花樣更多，情理分析一切識破，迷惘清晰之間不算太傻。甄太太，你这个呢叫做肝郁，是心中挂虑，无处疏泄造成的。能不能治好啊？当然可以，只不过呢，吃药只能暂时舒缓病人的病情，最重要的是病人本身。甄太太，我劝你还是少操劳家务事，样样看开点啊！我现在就出去吩咐人煎药，等药煎好，让他喝完了回家休息吧。啊，谢谢你，医师。振义啊，你放心吧，相信妈吃了这副药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妈，你到底为了什么事心烦呢？没什么，你还是别问了。妈，我是你的儿子嘛，你有事我怎么能不管呢？你快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不能说，我不想你为难。你是为了甄向荣的事？我不要向荣有事。我不能看着甄家家破人亡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。甄向荣杀了人，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。向荣他是不想的，他最大的错是认识了陈金胜跟赵炳坤这两个坏人，当年为了强奸这件事，害得向荣无辜被人怀疑。这些年来，向荣一直被他们敲诈。向荣被他们逼得很惨了，那他就要杀死陈金生跟赵炳坤了？不是，陈金生是被赵炳坤杀的。他不但杀死陈金生，他还逼向荣办被人绑架来骗赎款，最后他还想杀死向荣来灭口。向荣纯粹是为了自卫才杀人的。振义，我知道警方有一张所谓向荣的犯罪证据光盘，这些证据是赵炳坤伪造出来的，他想拉向荣下水，来达成他敲诈的阴谋。妈，法律是公正的，如果甄向荣真的没做过，他一定没事的。你不是不知道那个叫邢真真的警察，他一直针对向荣，他对向荣有偏见，他一定想尽办法要向荣坐牢。振义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你能不能想办法把光盘偷出来？那怎么行啊？这样是妨碍司法公正啊！妈，我是警察，我不可以知法犯法的。妈，你干什么？你先起来！你干什么啊，妈？就当我替向荣求你，你救救你的亲生弟弟吧！妈，你说什么？什么亲生弟弟？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坦白地告诉你吧，我离开你爸的时候，我已经怀孕了。所以你跟向荣是同父同母的兄弟，这件事连向荣自己都不知道。回去了记得好好休息，准时吃药。我知道。振义啊，你会帮向荣的啊。我考虑一下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
正好，我今天呢有通告，我现在该去片场了。你们俩慢慢吃，不用急的啊。我今天晚上要很晚才回来，拜拜。正义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不妨坦白跟我说。子晴，你说什么呀？你不用装傻了，我刚才亲眼看见你跟那位甄太太在中医馆门口那么亲热啊，难怪那位甄太太一直对你那么好了。原来你们……子晴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他什么？我跟他并不是那种关系啊。是什么关系啊？你说清楚一点。怎么了？不说话？好啊，以后不用说，你以后也别找我。子晴，子晴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子晴，子晴，你听我说，她是我亲生的妈。什么？她是你亲生的妈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，要不是她亲口跟我说，我看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。Sorry 啊，我还以为你们……喂，对了，既然你知道她是你亲生妈妈，应该开心才对，为什么还愁眉苦脸的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刚才我妈跟我说，关于甄向荣的事。那，你别告诉我，她这次主动来认你，就是利用你的职权帮甄向荣洗脱罪名。原来甄向荣是我亲生弟弟，我妈为了这件事很担心，还病倒了。你真的打算帮他？一个是我亲生妈妈，一个是我亲生弟弟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正义啊，你别这么傻！如果这次你真的帮他们，也就是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的。你放心，如果我弟弟真的有做过的话，我一定会秉公办理。你这么想最好了。对了，你记住啊，千万不能告诉于嫂，引起她的误会就不好了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你也是啊。你要记住，你是一个警察，知不知道？万化姐，为什么这个光盘怎么都开不了？这个光盘是加了密码，如果解不开密码，我们没办法知道里面是什么。我联络过电脑法侦科方面，他说有件大案在办，最快要下个星期才能够帮到我们，现在要靠万化姐了。喂，那其实呢，我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个黑客，他叫黑客天王，曾经帮过我不少忙。要是你找他帮忙的话呢，也许能解开光盘。是吗？嗯。是你呀！啊，你身为黑客天王，为什么会跑到一线牵打工呢？我在一线牵工作轻轻松松、自自在在，不需要用脑，没有压力，有空还可以上玩游戏，多好。不过你们不能告诉傻一跟子晴姐，要不然我不帮你们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说的。来，帮帮忙。我先帮你把电脑连接到我家里的超级电脑啊。照我估计呢，加上我这台超级电脑的速度，应该很快打开光盘的。别说了，做事。赵炳坤帮甄向荣做那么多坏事，这光盘里面一定有很多甄向荣的犯罪证据，只要开得了，他一定跑不掉。Bingo！ 怎么样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家伙真滑头啊！加了双重加密技术，这样好啊，更好玩。到底要多久才能打开？照这幅图看起来，应该是最近很火红的数独游戏。这么说呢，答案很可能有非常多的组合。到底有多少啊？据我所知，不同 pattern 的数独呢，应该有54亿7270多万个组合，这么多。54亿呀！喂，可是你这上面已经有10几个数目字啦。对，有18个。这么说呢，可能性大大减少了很多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呢，这里应该不超过1亿。也有1亿呀！你不要再跟我们讲数字了，告诉我们，究竟多久能够破解这个密码？以我那台超级电脑的速度呢，48小时吧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做吧。早。咦，怎么这么早起来，静静？哎，你好像天快亮才睡的。是啊，我还以为你没起来呢，没把你的早餐端出来，我进去给你拿。谢谢妈。喂，姐姐，你昨晚3点多才回来，这么早又要出去啊？哇，抓那个坏蛋甄向荣，当然分秒必争啦。对了，你记得回一线牵帮伟平请1天假，因为我们有秘密任务给他做。什么秘密任务啊？
既然是秘密，当然不能告诉你了。哎呀，糟了，时间到了，老主顾约了我今天一早要车的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胖子，等一下。过几天你生日，我给你买了衣服，你试试合不合身，不合身我拿去换。老夫老妻还搞这个干什么呀？对着老公几十年了，还不知道他的尺寸，你真是女人之耻。谁叫啊？你的媳妇儿，人家的老婆，汤水太补了，喝的你儿子一天比一天胖，尺寸每年都不同。对了，那天我在酒楼订了一桌了啊，你们2个记得不能放鸽子啊。记得带阿朗来啊。OK。别答应这么爽，叫过他几次都没来，别人不知道，以为你男朋友是隐形的呢。哎，姐姐喜欢他就行了哈。哎，不跟你们说了，爸，一起走。哎，走吧。哎，正好不用换了，顺便送你。拜拜。怎么输入都不对啊？解码是这样子，要有耐性，不能心急。我再试试。喂，便当到啦。Madam， 我没买你的便当啊，不过呢，我会帮你在这儿盯着。你跟于舍快去吃饭吧。啊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他爸爸生日那件事。啊，整个上午都没打电话了，真是啊，一个电话都没有。谢谢。喂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很累啊？没有，没事。上午没看见你跟家俊，你们在忙什么？程 Sir 他可能去部署怎么样监视甄向荣吧。我在看旧档案，看有没有一些新的线索在对付甄向荣。哎，真是麻烦，伟平又开不了光盘，要不然我们也不用这么辛苦。啊，对了，我爸就快生日，他想叫你一起去吃饭。我妈还说啊，你这次不可以不来了。不是这么巧，你又没空吧？晶晶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清楚，不如我们分手。你说什么？我已经想得很清楚，我跟你根本就合不来。最重要的就是，我对你已经没有当初那种感觉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没有什么感觉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之前交往的每个女朋友都不可以长久。你说是小姨在搞破坏吗？我本来也以为是这样，可是我现在终于明白，问题根本就是我自己。什么问题？有些东西我还没得到之前，我会觉得很吸引，但是得到了之后，我发觉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好。跟查案一样，开始查案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紧张刺激，我会想尽办法，直到抓到凶手为止。可是抓到凶手之后，不管是多么紧张刺激，结案归档，我就不想再拿出来看。Sorry， 这个可能是我的缺点，但是我对你的感觉也是一样。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我们在一起那么久，经历那么多事，你可以说分手就分手。你明不明白？事实就是事实，可能是命中注定，每个女人在我身边都不会长久。Sorry， 我对不起你。伯父生日那顿饭我去不成了，你代我跟他说声生日快乐。姐姐，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忘带警员证了。谢谢。我趁吃午饭拿来给你的。可是伟平说你跟于所出去吃饭，我只好在这儿等你。对了，老爸生日那件事，你跟于所说了没有？怎么，你们吵架了？是吵架就好了，不知道什么事惹他生气。别担心，有我这个爱情专家在，帮你想办法搞定他。怎么想也没办法。他突然说跟我没有感觉哦，要跟我分手啊？什么？没感觉？女人才说没感觉，他男人也说。糟了，
通常男人主动提分手，一定有第三者。该死的于子朗一脚踏两船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查清楚，不会让他这么对你。有没有搞错？下班宁愿看漫画，也不陪我姐姐。第三者，喂，等了很久啊。不是等了很久吗？那边来的新书很好看。喂，老板。喂，于 Sir， 什么事？有没有漫画书是讲怎么破解密码的？不是吧？连于 Sir 你这个超级侦探漫画迷也没看过的漫画，本店进了也没人看。你不进我就看不到喽。啊，行，赶快进吧。小姐，你怎么蹲在这里啊？有位子坐啊。没事啊。收到，继续监视，小心点，千万别跟丢了，保持联络。陈 Sir， 你打算这么跟着甄向荣多久啊？虽然甄向荣已经涉及2起命案，但是赵炳坤的光盘还没解码之前，我们没什么可以做，继续盯着。放心吧，陈 Sir， 我们这么多人盯着他，他绝对跑不了。喂，佩佩，你干嘛？家俊哥，你在干嘛？怎么样，程 Sir？ 你急着找我，是不是甄向荣的案子有新进展？为什么那么对晶晶？没感觉了，感情的事说走就走了，没有那种感觉，那就分手了，用不着解释啊。虽然我跟你认识的日子不是很久，我知道你不是玩弄感情的人，骗得了晶晶，骗不了我。为什么？我记得呢，我还跟晶晶交往的时候，你已经很关心她。也就是说，你喜欢她很久了，怎么会没感觉呢？到底为什么？你说啊。你相不相信命运？分不分手关命运什么事啊？因为我相信，我继续跟晶晶在一起，我会害死她。简直荒谬！你说谁说的？风水师啊？你记不记得我认识一个女鬼，她叫小姨，是她告诉我的。女鬼说的话你也信？我跟晶晶在一起之后，连续发生了很多次意外。第一次我向晶晶表白，她差一点被大嘴鹰的油罐车炸死。有一次，他帮我买漫画，差一点被货车溜后撞死。接着是跟甄向荣一起被人绑架，差一点被火烧死。可能是巧合吧。一次可以说巧合，连续发生那么多次，那就不叫巧合了。要是勉强跟晶晶再这么继续下去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会害死她。你这么做，晶晶会很伤心的。我宁愿他伤心一阵子，总比害死他好啊！你说我装伟大也好，自私也好，我不能跟晶晶再在一起了。那家俊，要是你真的为晶晶好，你安慰一下她，让她可以尽快平复。我怎么说？为什么你自己不跟她说？你知道晶晶的个性有多倔强啊，让她知道她肯定不会认命的。那还有，你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她，嗯？生日蛋糕拿回来了，姐姐呢？他可能等阿朗跟他爸爸吧。爸，今天叶静海叔来了。是啊，今天开工这么巧遇到他，我就叫他过来一起吃饭了。多个人多双筷子，就快是自家人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就快做亲家了，多点来往。对。
糟了，姐姐还没跟爸妈说他们已经分手了。爸，生日快乐！哎，乖乖乖。哎，就你一个人，阿朗呢？他有点不舒服，接着去看医生。他托我把礼物给你，叫我跟你说声生日快乐。不会吧？又不舒服？一次是这样，2次是这样，我看他没诚意。谁没有诚意啊？大嫂，你说出来，我替你教训他。我说你呀，怎么现在才到啊？嘿，对不起啊，我换班晚了。哎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这么客气？哎，要的就快是自家人了，干嘛这么客气？对了，阿朗没什么事吧？阿朗怎么了？晶晶说他病了。不是吧？今天阿朗上班的时候还精神饱满、容光焕发的，没说不舒服。姐姐，瞒得了今天，瞒不了明天，还是跟他们说清楚吧。晶晶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跟阿朗分手了。什么？你们分手？晶晶啊，你为什么跟阿朗分手呢？严格来说，是你儿子提出跟我姐姐分手的。你想知道为什么？回去问你儿子喽。爸，阿朗，我问你，晶晶是个好女孩，你为什么跟她分手啊？合不来就分手了，这种事不能勉强的，勉强不会有幸福的。你分手也早点告诉我嘛，害得我什么都不知道去给人家贺寿。排骨男问得我说不出话来，多没面子啊！喂，弟弟，你什么时候和晶晶分手的？是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是不是又鬼上身啦？不是，没感觉嘛，没感觉就分手了。有感觉没感觉，你想清楚了没有？你决定分手就不能挽回了。哎，行了，我这么大的人有分寸，别问了。啊，你看看，我问他2句他就走了，那是什么态度？怎么了？刚刚才说对人家没感觉要分手，现在又盯着人家的照片目不转睛，你精神分裂了？没有，我把照片找出来，预备拿去扔了。是吗？扔啊！我帮你扔吧。哎，不要，还给我！你看看你啊，紧张成这样。那弟弟，现在房里呢只有我跟你2个在这儿，你是不是还要死撑啊？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骗得了我。如果是这样，你简直是在侮辱我的智慧。我也知道骗不了你。你还记不记得，老是缠着我那个女鬼小姨？你跟晶晶分手关她什么事？她临走的时候跟我说，她说命中注定我不能够跟晶晶在一起，如果勉强要跟她在一起，我早晚会害死她。你不是信以为真吧？我本来也不相信，可是连续发生很多起意外，真的由不得我不信邪。那你有没有跟晶晶说这件事？我怎么跟她说啊？难道我跟她说，命中注定你跟我在一起，你会死的，能说吗？我也是女人，我很了解女人的心态。所谓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我相信晶晶呢也会跟我一样这么想，宁愿冒这个险，也要选择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。我绝对不会冒这个险了。就算全世界的人骂我是混蛋，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晶晶被我害死啊！你明白吗？我明白有什么用啊？要晶晶明白才行啊！美人，你马上打电话给万化跟伟平，看光盘解码了没有？不是吧，又打？几分钟之前才打过的，不用催得这么急吧？是啊 ，Madam， 虽然你很想起诉那个富家子，不过有些事是急不来的。我不管。总之，我不会让该死的甄向荣这么逍遥法外。这些呢，就是甄向荣这些年的档案，大家分头去找，一定能找到罪证。Madam， 你要我们找什么呢？不管什么都行。甄向荣这种人，作奸犯科，无所不为。我就不信找不到罪证起诉他。Madam， 那些富家子很狡猾，就算违例停车、随地丢垃圾，也未必告到他的。那怎么样？找不到罪证又怎么样？我拿把枪指着他的头，我不信他不认罪。不行 ，Madam， 这岂不是屈打成招啊？那倒不至于，对付这种坏人，不屈打没天理了。啊，美人，你还煽风点火，小心事情闹大了无法收拾。总之，我不亲自抓这个坏人坐牢，我不信行。有什么进展？已经
尽快了。张 Sir， 轮到你来了。啊，是啊。啊，对了，光盘解码解得怎么样？你看他的鬼样子啊，用尽9牛2虎之力啊，连胡子都长出来了，还不是什么反应都没有。看来今天又要熬通宵了。你来的正好，帮我顶一下。我呢要去买杯咖啡充充电才行。好，你慢慢来。没道理啊，什么解码方法都试过了，为什么还解不开密码呢？这千年道行一朝丧，这光盘很难搞哈。喂，老兄啊，小孩子玩泥巴呀，搞得定你也不用来找我了。会不会是你没吃饭，没办法集中精神啊？别说没吃饭，我连厕所都没空去。没这么夸张吧？啊，我帮你。喂 ，sorry，有没有事啊？老兄啊，你害我呀你！不好意思啊。幸好咖啡是冰的，要不然真的是断子绝孙了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现在我不去厕所都不行了。你帮我看一下啊。没问题。哎。萨姨啊，这家中医馆生意不错嘛。那当然了，这里的医师很有名的，很多明星啊、有钱太太都来看他。哎呀，不用这么夸张吧？买衣服啊，明星效应，现在是看医生。你别管了，总之他收那么贵，还这么多人来看他，就证明他的医术。那是不是喉咙不舒服还这么多话？我倒杯水给你喝。啊，这女人很眼熟啊。哎，她就是大富豪曾国富的田房喽。她前几天才来找过咱们医师。哦，原来就是那个阔太太。可是她上次来的时候脸色很苍白，好像不知道有什么绝症啊。绝是绝了，不过是绝招。其实她跟咱们医师演一场戏，我看她装病一定是争家产。啊，怎么这样？来看看。现在把光盘烧了，看你们警察能把我怎么样！吼！其实你只要肯说真话，有没有这光盘，你都不会有事。你这傻警察还真天真啊！妈，幸好你有一个这么长情孝顺的乖儿子，要不然我不知道该怎么脱难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是我弟弟的话，我根本不会帮你。还有，我只帮你一次，不会帮第二次。以后你最好安分守己，别让妈担心。啊？什么？你不要做梦了，你不过是我同母异父的一个哥哥。坦白告诉你吧，我一出生就已经姓甄了。妈，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真呀，对不起，我为了救向荣，我没办法才会这么做的。那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，你的 IQ 怎么低成这样？拜托你了，你不要告诉别人我跟你同一个妈生的。你看看你，看你的样子，想认妈想疯了。如果我妈妈真的舍不得你的话，她不会跟我爸爸结婚。你真以为我妈闲着没事，每年跑去看你结业典礼？这些事情，花点钱，请个私家侦探。什么都查得出来，傻瓜！你居然连亲生儿子都骗！你还装什么呀？你好不容易把光盘偷出来，相信你也不是为了亲情吧？你只不过想从我身上得到好处。你给我闭嘴！正义，让他打啊！他不打伤我，我怎么告到他连警察都没得做？我也是你儿子，你为了他牺牲我。我熬了这么多年。我才有今天的，我不能让向荣有事，我不能让他坐牢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你知不知道我把光盘偷出来，我随时会坐牢的。你搞清楚，你怎么跟我比呀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你跟你死去的老爸一样，只是个穷警察而已。喂，我不一样，甄氏集团的小开，有几十亿财产等着我去继承呢。我妈不帮我，帮谁呀？正义，
你就当妈欠你一个人情吧。妈呀，你跟傻瓜说那么多干嘛？他还不够格。走吧。哎呀，拜托你们不要瞪着我好不好？我也想不到张 Sir 会偷光盘呢。就是啊，我将心比心，以为张 Sir 会帮我看着，我才走开下去洗手间嘛，谁知道他会拿走。都怪你！究竟正义为什么要拿走光盘呢？我看光盘已经拿去给甄向荣了。什么？我相信正义不是一个贪钱的人。当然不是为了钱了，我是怕他感情用事。刚才接到我姐姐的电话，她说原来甄向荣的妈妈是正义的亲生妈妈。啊！正义的妈妈真是阴毒，这么骗自己亲生儿子。不用说了，这样的奸计一定是那个坏蛋甄向荣想出来的。糟了，小鱼哥这次可能做了帮凶，随时会坐牢的。那个正义真是的，有什么理由会是非不分呢？这也难怪他的，他怎么会料到自己亲生妈妈竟然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骗自己呢？有时候公义和亲情真的难以抉择。能有多难啊？你们男人不是一向把感情和理智分得很清楚，不会感情用事的吗？难道你们喜欢说一套做一套？哎呀，现在吵有什么用呢？最要紧的呢是要尽快的找到啊，张 Sir， 你还敢回来？姐，别这么冲动！你还是不是人呢？你为了自己的亲生妈妈出卖我们，出卖你自己，出卖了正义。小鱼哥，你妈妈没有病，她装病骗你的。你们全知道了。姐姐打电话来告诉我了，你没收到姐姐简讯吗？我收到了，可是我没回他。你已经知道真相，还把光盘给他？光盘还在，我没有给他。其实这次并不是没有收获，甄向荣那么紧张光盘，就是说里面有甄向荣的犯罪证据。没错，伟平有什么进展？没道理啊，我什么数独组合都试过了，还是解不了密码。缺什么呢？不是吧？那怎么办？难道让甄向荣逍遥法外？这个坏蛋，当年害死我最好的朋友，接着一次又一次的杀人灭口，我就不信他能逍遥法外，这样还有天理吗？你冷静一点。是啊，你别这么感情用事啊。对呀，我是喜欢感情用事，怎么样？不是人人都像神探你这么冷静，不会感情用事的。当然了，你不讲感情的，你只喜欢推理嘛，怎么会把心掏出来呢？只有像我这么笨的人才会把心掏出来，动不动就感情用事。我在跟你讨论案情呢，你扯到哪儿去了？好啊，我跟你讨论案情，我就不信大家都站在这里就可以对付那个坏蛋。别说我们不知道光盘什么时候可以解码，就算我们解了码，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接着怎么样？重新再来呀！你喜欢在这里等是你的事，我有我做事的方法，大家各走各的。哎，慢点！干嘛？收拾行李，准备跑路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二少爷，刚才我已经跟 Madam 说了，你不想被人骚扰，可是他硬要闯进来，我拦都拦不住他。你擅自闯入民居，我可以报警抓你的。我不是擅闯民居，我是来抓杀人凶手。就凭你这句，我就可以告你诽谤。不过我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。豪姐，是上门就是客，倒杯茶给这位 Madam。甄向荣，别以为我们还没掌握到你足够的犯罪证据，你就可以逍遥法外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你逃到哪里，我都会把你抓回来。Madam，你说话真是有趣，你说的我好像是畏罪潜逃。我们真是做大生意的，我坐飞机多过你坐地铁，我到国外去谈生意，有什么好稀奇的？看你说的又要抓又要关的，你真把我当成杀人凶手啊？你别这么得意，你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。看看 Madam， 你越看越有味道啊！警花不愧是警花，如果换了我是炳坤跟金盛，当年我一定会选你，我不会要那个短命的。你够火辣！你个贱男，你说什么？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极品呢。下流！你个人渣！啊！豪姐，你看见了，这位 Madam 来意不善，我现在很怕，打电话报警，说这有警务人员意图伤人。报警？老爷不在哦。叫你去你就去。
真的要报警！哎呀！女警察都走了，应该不用报警了吧？真是没事找事干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大少爷，我肚子有点饿，煮包速食面给我吃。对不起啊，大少爷，厨房的速食面吃光了，没有了。你干嘛这么害怕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这样的，刚才有一个女警察找二少爷，我端茶上去的时候，看见那个女警察凶巴巴的拿着拆信刀指着二少爷。有这种事？你接着怎么样？接着二少爷叫我打电话报警，后来我看见女警察都走了，我才没有报警哦。那女警察走了之后，你们上2楼看看二少爷？那倒没有。你怎么搞的？万一二少爷发生什么事，那怎么办呢？为什么解不了？难道这符不是数独？998是一个方格，一看就知道是数独啊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想的简单一点？还是我们想的太复杂？我们是不是钻牛角尖了呢？其实数独也是这2年才流行的数字游戏。不如大家想想，在没有数独之前，大家看见这种9×9的方格会想到什么？玩369。我觉得像写毛笔字的9宫格。不是，叉叉圆圈打井那种啊！哎，过酸关打井用得着9×9这么多格子吗？我知道了，它不是数独，它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魔方。魔方？魔方又叫换方，只要在格子里面填写数目字，不论打斜、打横、打直，加起来都是同一个数目。听起来真的好像玩过一样。可这里998是一个格子，算到什么时候？你放心，魔方也有它的公式。我看赵炳坤不会那么笨，玩一个9×9的大魔方。如果没猜错，他只是玩一个3×3的小魔方。Bingo！ 马上发片子。不二价5000万，我拿到钱之后会立刻离开香港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再看见我。说得出，做得到啊！喂，约了那么久，应该够了吧？1个钟头够用了。你再不来，我真的睡着了。有了这2个骗子，看陈向荣还有什么话说？于是你还不赶快打电话给 Madam， 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？哎，一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喂，我马上过来。什么事啊？华良打电话来说，甄向荣被人杀死了。什么？他怀疑杀死甄向荣的是晶晶。啊！初步证实，死者是甄向荣，是由他大哥甄向光跟佣人郝姐发现尸体的。怎么样，皮？初步估计，死者后颈脊椎神经是被利器割断致死，估计凶器可能是一把钝角，而窄身的细小刀子。桌上少了一把拆信刀，会不会是凶器？我们在现场找不到凶器，而且周围也没有打斗过或争执过的痕迹。找到 Madam 没有？没有找到。可是根据佣人郝姐说的，我们怀疑 Madam 跟甄向荣的死有关。我们试过联络他了，可是他的手机没开，找不到他。我叫你们日夜监视甄向荣，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？Sorry sir， 我们有监视甄向荣，也看见 Madam 来过，可是他来了一会儿就走了，我们也没想到会出事。儿子，你不能死啊！你依我呀！哎呀，你醒醒呐！你们警察怎么搞的？啊，怎么可以让那个女疯子警察进来杀死我儿子？我一定要告你！我要向你们署长投诉！爸爸，别那么冲动，小心身体。我们今晚要参加一个慈善餐舞会，6点多钟要离开的。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向荣还好好的。郝姐也是亲眼看见那个女警察杀死我儿子向荣的。就是他。那天我倒完垃圾，他气冲冲地说要见二少爷，我告诉他二少爷不想见他，他不理我，自己冲上楼。虽然我的房间很近向荣的书房，但是当时我在房里带着耳筒听音乐，根本什么都听不到。我端着茶来到书房，就看见那个麦登拿着拆信刀骂二少爷是人渣，吓得我差一点把茶杯摔地上。当时我肚子有点饿，
想到楼下叫郝鱼煮面给我吃。我看他脸都绿了，我就问他什么事，才知道发生了事。我立刻冲到2楼看向荣，谁知道他……都是我不好。如果我早点报警，二少爷他……向荣，我真的没想到麦登会杀二少爷。通缉晶晶，黄 Sir，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亲眼看见晶晶杀甄向荣啊！当然没人看见了，有人在场，他敢动手吗？根据甄家佣人的笔录，也说他跟死者发生了争执，还拿着刀指下死者。可是现在我们还不能够证实那把拆信刀就是凶刀嘛。当然你不要忘了，连我们的同事也亲眼看见他进入甄家大宅，没多久他又急急忙忙从甄家走出来。现在有这么多环境证据，我们还不抓人，人家会投诉我，说我包庇下属，说我偏私。还有啊，以他目前的精神状态，我不知道他接着会搞出什么事出来。我只知道他现在带着警枪，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，要立刻抓他回来。Understand? Yes, sir. 林哥，最近生意不好，少收点。你少啰嗦，拿来。哎，大嘴，站住！又这3把，叫你站住还跑！今天抓不到你，我就辞职不干。电台，派人过来帮忙，看见一名女子是涉嫌通缉犯。跑啊！看你往哪儿跑！你这个人渣，不死也没用。就算法律制裁不了你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啊？麦导，小心走火啊！收300块钱的红包，不用打死人吧？警察，把枪放下！哇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咦，家俊你也来了？邢晶晶，把枪放下！什么把枪放下？现在抓大嘴鹰哦！邢晶晶，你涉嫌谋杀一名中国籍男子甄向荣，现在正式逮捕你。什么？喂，发生什么事？喂，什么事啊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天有千個荒誕的故事，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。問問事情怎會開始，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。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，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啲注定。時時及時總靠機警，歷尋事實未定，變局處境。是與非發生，虛的雙眼似閃避，步步見機，最終他的痛悲。慢拼起，他跟哪個做戲？落雨起，太悲劇，花樣太多，偏偏歪曲結果。要有一些感應出錯，求誰聽清楚，查探內幕，花樣太多，偵緝花。